这是一座地球上的超级结界，地点你猜在哪儿？它的边缘群山崛起，内部却因地下岩石极其坚硬，始终岿然不动，一马平川，即便从太空俯瞰也极为显眼。要知道，在它边缘围合的是云贵高原，是秦岭大巴山，更是足以横断东西的横断山区。然而，就像是有结界守护一般，哪怕是创造出如此高原山脉的洪荒之力，也未能撼动这颗坚定不移的磐石之心。那么，这座超级结界会如何让四川改天换地呢？在一般人眼中，高山就是阻隔，但在这里，高山还是风的召唤者。每逢夏季，高耸的横断山区连同更广阔的青藏高原，比平原地区接收到更多的太阳辐射。于是，地表附近的大气受热上升，地面气压随之降低，不得不抽吸外围气流进行补给。而来自太平洋、印度洋的两大季风，同样受到这台高原抽风机的召唤，如同开上了天空高速，呼啸而来，并越过海拔1000到2000米的云贵高原，在四川交汇。然而，北部的秦巴山地大部分山峰超过2000米，西侧的横断山区更是坐镇着海拔7508米的蜀山之王，雪峰林立。正因如此，裹挟着大量水汽的季风再也无法翻越如此高山，于是，在横断山前降雨连片，如同屏风，实为华西雨屏；而在秦巴山地，则是巴山夜雨涨秋池。到了冬季，冷空气也同样被拦截在秦岭以北，让四川盆地比同纬度地区的冬季更加温暖。对万千生灵而言，这样一个天赐的结界，无疑是绝佳的庇护所。你看，这株和雪山同框的康定木兰，生于明代，已经460多岁了。它和它的数千株同伴，就生活在这周围不大的一片区域，极为珍贵稀有。此外，这片结界还庇护着500多种特有生物。可以想象，倘若没有四川，没有这些群山分隔出的一个个独立的小环境，它们都将不复存在。而这叫拱桐，是一类见证了千万年岁月变迁的物种，比人类要古老的多得多得多。而类似的结义物种，大熊猫、川金丝猴、四川羚牛、红豆杉等等，总计超过50种。可以想象，倘若没有四川，没有这片群山的庇护，它们也将失去最后的家园。没错，大地在这里创造了一座护卫苍生的结界，但它却并不封闭，甚至说封闭才是对它最大的误解。相反，它将从3个方向为人类打开通道，让他们的文明独树一帜。打开第一条通道的是岷江，它和它的一众支流沿着大地的薄弱处切出数千米深的峡谷，最终甚至直接劈开横断山的阻挡，一头冲进四川盆地，将裹挟的泥沙冲击出肥沃的成都平原。正所谓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4000多年前，一支古老的族群便是由这条通道进入四川盆地，文明开始崛起。他们创造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神器：兔子的长耳、雄狮的鬃毛、虎豹的身躯、犀牛的肘部、鸟类的尾羽。这是一座3星堆板的机器狗，它头上站立一人，背部跪坐一人，一顶巨大的铜尊置于头顶，6条垂龙自铜尊向下俯冲。无数的考古学家震惊了，究竟是怎样的想象力才会诞生出这样的作品？不仅如此，
他们的生活中既有和中原相似的青铜器样式和铸造技术，也可见北方常见的小米和黄米，长江中游常见的水稻种植，甚至可能来自遥远印度洋的海贝。或许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，也只是诗人的臆断。事实证明，结界为古蜀人打开了通道，也给了他们海纳百川的视野。而在盆地北部，秦岭腹地中数条小溪正在成长，山地间的降水让它们不断壮大，各自切穿秦巴山地，汇合为滔滔嘉陵江，如同一剑开天门，打开了结界的第2条通道。在此基础上，金牛道、米仓道、荔枝道，一条条蜀道应运而生，无数风流人物由此往来不绝。秦人李冰以天才般的设计，主持修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——吴江堰。诸葛亮以益州之地支撑蜀汉，一生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24岁的李白挥别故土，从此大唐有了一代传奇。不惑之年的杜甫身居茅屋，却依然为天下寒士奋笔疾呼。还有以浣花溪水做桃花间的薛涛，以及一生辗转却仍愿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苏东坡。熙熙攘攘间，他们的创造，他们的风骨，他们的胸怀，全部融入进这片土地的心魂。而结界的第3条通道，则让人潮更加汹涌，文明更加浩荡，能打开它的也唯有更加磅礴的力量——长江。清代初期，全国上百万人移民四川，尤其是从湖南、湖北通过三峡入川者最多，人称“吴广填四川”。新的四川人凭借双手，历经上百年，让原本的天府之国更拥有了海量的物产。蜀锦、川茶、川酒全面开花，开采川盐的盐井深入地下1000米，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纪录。川菜更是百菜百味，你吃到的不仅是市井烟火，也是人间五味，更是一场快意江湖。物产的繁荣也让当地的文化不再只是王侯将相或文人雅士的专属，而是更加市井化、平民化。直到今天，茶馆、川剧依然是四川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更有他和他，还有他。他们出现在五湖四海、华夏九州、全球各地，告诉人们 What is 巴士，什么是安逸，啥是四川。没错，结界是文明的摇篮，但文明不可能永远被束缚在摇篮里。甚至当时代的契机来临，结界中蕴藏已久的能量将被释放，赐予人类最澎湃的动力。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坝，高度超过100层楼，但坝顶最窄处只有16米。如此纤薄的身躯，却能承受1200万吨的水推力。它是如何做到的呢？答案就在这片高山深谷之中。当你换个视角，会发现狭窄的雅砻江峡谷恰好能卡住大坝的拱形结构，从而利用两岸坚实的山体分担坝体承受的推力。而在它下游不远处，雅砻江突然掉头转向，形成一个近乎180度的大拐弯。仅凭2级水电站便直接用隧道将中间的山体打穿。这样一来，就能直接利用上下游的天然高差进行发电，不必再建设高坝拦水。但这还不是全部，无数高山峡谷中蕴藏着巨大能量，让四川成为中国水电装机容量第1大省。再通过一条条超高压、特高压输电线路，将滚滚电力送往千里之外。或许此时此刻，你摁下开关，听到的正是滔滔川江奔腾而下的声音。同样巨大的能量也藏在地下世界。如果说这是地层深处的甲烷分子，或许很难理解。但如果告诉你这就是天然气呢？
作为中国天然气储量第1大省，一条条输气管道从这里出发，堪比巨量引擎点燃更广袤的土地。而蜀道也成为了新的蜀道，它们连接云贵高原，穿越秦巴山地，击破横断山脉，甚至冲上9重云霄，让超级结界化身超级枢纽，也成了辐射全国的发动机。是的，世界上本没有四川，更没有天府之国，是岿然不动的大地，四周围合的群山，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超级结界。在这里，48.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万千苍生敞开怀抱。在这里，1417条江河日夜奔流，长江黄河并驾齐驱，为文明打开通道。而不计其数的物产、矿藏、能源、科技和文化，更是让现代文明得以大规模地释放这颗行星的能量。从此，四川成了四川，一个行星结界下独一无二的创造。